不都说叶家的姑娘礼仪教导不输官家小姐吗？怎么会做出私相授受的事情来？那是大小姐，这个四小姐是姨娘生的，那姨娘本身就是行商之女，爬床上的位能教出什么好东西？嘘，叶家可是皇商，叶老太爷那是能上达天听的人物。我不是在办公室对账吗？这大鱼巢、姑苏城、选茶葵的春不晚。慈叔，你怎么了？连举兄，你与慈叔妹妹两情相悦，为何不告知我？我们是同窗好友，你若早说，我定会成人之美啊！我跟他有婚约？萧生兄，终是我们对你不住。苏解元真可怜，刚中了头名，头上就绿了。就是，叶慈叔也太不检点，这不就是欺负苏家世丹？那绿了居然一脸人淡如衢，装什么清高？想当众坐实罪名，把我送去陈塘或者关进家庙办青灯古佛，当我这个审计主管是吃素的。慈叔，母亲，你有人当众败坏女儿清誉，想毁了我叶家名声。慈叔虽愚钝，但没做过的事绝不会认。母亲，报官吧。四小姐，你的意思是我造谣？难道不是吗？够了！我女儿绝不会损家族名誉，报官吧。叶家虽是商贾，却也不是阿猫阿狗能随意污蔑的。有劳东娘掌柜代为报官，今日扰了茶楼雅凤，来日叶家定登门赔罪。叶二夫人言重了，女子清誉大过天，是该查个水落石出。刘大人，您在楼上听了半晌，这案子您就在这儿给断了吧。大人，您怎么也来了？陪两位贵客来的，临时决定，不想惊动大家，都起来吧。又不是在公堂，不必多礼。见过刘大人。苏解元不必多礼，金陵拿下结缘，前程不可限量，好好努力。刘大人，请。刘大人，四小姐，刚才听你说要报官，本官提醒你，只要不是命案，通常民不举，官不究。今日之事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，四小姐真的要报官？是啊，私下解决就是了。知府大人多忙啊，叶家有钱，屁大点事儿也是大事，咱们比不了。慈叔，你是苦主，你来说，这官还要继续告吗？母亲，慈叔要报官，不只是为了自己。苦主是叶家，更是大玉朝所有在后宅的女子。请大人试想，谁家没有千娇百宠的女孩？若以后只要是个男人，随便去绣坊买个帕薇小姐私定终身，那还要什么三媒六品？若此风一开，宵小之辈皆可如此。大人的千金可还安全？言之有理。来人啊，清场升堂。对啊，以后要是地痞无赖看上我家闺女，捡块帕子就来毁名声，这还了得？这不是小事，若不弄个是非曲直，谁都学呀。我家小姐以后连哭的机会都没了。你们，我不是宵小之辈，我已经是举子了，前途一片大好，我为何要拿命去赌？你不敢赌，我叶家更不会赌。叶家虽行商，却最重名声。慈叔即便真有心灭之人，也绝不会跨过礼仪廉耻，私相授受。刘大人，我家四丫头说的对，这已关乎叶家门风，还请大人还叶家一个清白。肃静。既如此，今日便有个断章：若王举子毁人清誉，革去功名，永不录用；若所言属实，叶家小姐名声尽毁。我相信叶家女儿的规矩。既然如此，这是公堂断案，请双方移步。既然事情是在春不卫闹出来的，就在这儿解决吧。求之不得。
刘大人稍等，我这就让人收拾出一个像样的断案处。别说东义做事情就是利索，你看，连惊堂木都现找好了。你说说你，凑这个热闹干嘛？无非就是些才子佳人的俗事，让人家去知府大堂断案不好吗？非得让人在茶楼审，这不是耽误东娘的生意？看热闹嘛，谁不爱看？我这也是为了他们好，在这儿审，真相大白了，大家都看得见。要是去了官署，那点地方能挤进几个人？到时候道听途说的，叶家姑娘的名声还是洗不净。表哥，我可是舅舅带大的，这爱凑热闹的性子最像他。等我回京了，把这出戏写成话本，保准大狱的茶馆都抢着翻拍。怎么样，表哥要不要参一股？稳赚不赔。别乱叫，你的那位表亲可是当今太子爷，我可不敢跟你平起平坐。哼，也是，终是我不配。你可是太子的亲堂兄，我这外戚表亲算个屁！哼，闭上你那张嘴巴，满京城谁敢得罪你？说实话，你冷不丁跑到姑苏来，到底憋着什么坏？我可不信你是专门来看斗茶的，真酸。来姑苏自然是有正事，现在还不好说。表哥，这些日子你得保我安全。表哥，快来看，那是什么？四叔妹妹，莫要意气用事，把事情闹大，对你名声。肃静！今日事急从权，本官就不走官场那些繁文缛节了。既然主告是叶家四小姐，本官便称你为四小姐。那位王连举举子，本官称你为王举人。四小姐，本官问你与王举人是否相识？肃静！四小姐，你与王举人是否相识？见过一次，年初元宵灯会，我与府中姐妹赏灯时见过。当时王举人正与苏姐夜同行，此后再无接触。元宵灯会见一面倒也正常，若是说不认识，反倒像是有鬼吧。大人，初见确实在元宵，但第二天四小姐就派了贴身丫鬟去书院，给笑生兄送砚台时，也悄悄给我送了一份。另外什么？说！另外，那丫鬟还送了一包夹衣和20两银子，说是四小姐体恤小生家境艰难，小生后来以珍藏折扇回礼，此后便有了书信往来。看来这件事就是真的。这叶家四姑娘有点意思，这时候还能笑得出来。王举人，你说是我的贴身丫鬟送的东西，那你可还记得那丫鬟的长相打扮？记得。那丫鬟一身藕活色衫裙，梳着双压髻，耳朵上戴着一对树叶样子的金坠子。她给笑生兄也送了东西，不信大人问笑生兄。元宵过后，确实有丫鬟送物。那日我去寻山长借书，回房时便见桌上有包袱，内有砚台宣纸。连举兄，应当就是那天吧？王举人，你说那是我的贴身丫鬟，那就是了。万一是别人冒充的呢？她不止给我送，也给笑生兄送了，怎么会是冒充？苏解元也说了，他并未见到那丫鬟的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那丫鬟亲口说她是我的贴身丫鬟吗？是，她亲口说她叫春桃，我绝不会记错。双压布，树叶金坠子，没错。王举人，你被骗了，那个丫鬟根本不是叶府人。反转了？还没完，他手里有底牌。四小姐，你为何如此笃定王举人被人骗了？刘大人，有些事外男不知，但管家的却清楚。我虽庶出，也随母亲调理过2年。首先，王举人说那丫鬟穿藕荷色裙，梳双压髻，敢问王举人可知叶府规矩？3等以上的丫鬟必梳双罗髻，而双压髻那是外门洒扫粗时才梳的发饰。再者，叶府内院丫鬟衣着1等绿、2等青、3等翠，绝无藕荷色。都进来吧。
好了，你们都先下去。这里面竟真有如此多讲究。老太爷和老太太五行缺水，大师交代衣食住行需补水气，所以府内首饰3等以上丫鬟必配珍珠。正如母亲所言，在叶府受不受宠不看金银，看头上的珠子够不够大。不愧是第一皇上，这简直是珍珠如土，金如铁啊！王连举，还不如实招来！大人，这不是这样的。我那4个贴身丫鬟，并无一人叫春桃。王举人呀，你被骗了。那也许是他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乔装。既然都光明正大送进书院了，还有乔装的必要吗？对，还有书信，我与四小姐有书信往来。哼，我看你这个书生能装到什么时候？那好啊，那就请大人取信，字迹真伪，叶家学堂的先生自能辨认。进可待，勿先正。王举人，你刚才还说这帕子和荷包是我亲手所制。对呀，不然呢？春桃说是你熬夜亲制。拿上来。刘大人，可否让我瞧上一瞧？王举人，这断不会是我叶家的东西，更不可能是辞书做的。夫人为何如此断定？当然是因为这种粗劣的东西根本进不了叶府的大门。大人，术业有专攻，这罗帕的质地究竟如何？请姑苏城最好的绣娘一看便找。刘大人，奴家以前也是江南的绣娘，不如先让奴家上上眼。对，本官竟忘了东娘掌柜的本事。刘二，你先去凤玉浦请吴师傅他们过来，在此之前，东娘先看看。怪不得四小姐说这东西进不了门。叶二夫人，大小姐，可否借帕子一用？大人请看，叶家主母与大小姐用的是上贡的天蚕丝，这种天蚕绸只有叶家绸缎庄能出，产量极少，除了供奉皇家，只有叶家自用。王举人这块罗帕虽然精美，却是市面上花银子就能买到的普通桑蚕丝。也许是当时手边没有常用的，换了一种呢。王举人，既然你口中那人对我心悦至极，定情之物又岂会如此寒碜？还有，你那所谓的20两银子赞助，叶家小姐哪怕是庶出，每月铺子里的收益也不止100两，拿20两银子定情，这不像叶家的手笔，倒像是在打叶家的脸。吴师傅，请您辨一辨，这罗帕和荷包是否出自叶家四小姐之手？这帕子绝非叶四小姐所制。吴师傅不再仔细看看？不必看，叶四小姐的女红是我教的，这帕子上的并臂莲绣得细密灵动，没个10年的功底出不来。四小姐那绣工，顶多能把花样绣成一坨，她再练上10年，也赶不上这帕子的1/1000。合着我这手残的名声反倒成了铁证了。丫头确实在女红上差了些，但在算账厨艺上却很拔尖，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嘛，不忍让她干这种细活。这难道不是四小姐为了藏帛？这位公子，你是在质疑老身的眼力，还是在质疑凤羽坊的名声？王举子说藏拙，简直荒谬。四小姐原本只能勉强缝补，即便她想破脑袋，也绝不可能在1天内绣出我这种水准。这就像一个刚启蒙只能勉强背诵3字经的孩童，再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在1天内做出惊天动地的锦绣文章。就是，王举人怕是想才子佳人想疯了，随便个丫鬟说2句他也信。若是换了勋贵人家，污蔑清誉早被打死了。也就是叶家心善，还教你怎么辨真伪。大人为学生做主，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实不知有人陷害。这丫鬟也给苏兄送了东西，学生也是受害者呀。大人，王举人虽被骗，却有私心在前。若非他妄想绑下捉婿，不守礼数，又怎会被钻了空子？背后之人心思歹毒，欲毁我叶家门风，请大人严查。叶小姐所言极是，此人不止谋害叶家，更意图构陷新科举子，本官定追查到底。王连举，你心思不纯，即便受陷害，亦有失察之过，现革去你1年银米，去善堂教书3个月。至于明年会试，看你表现。叶四小姐，是在下昏了头，查成真凶后，定负荆请罪。王举人确实该查查，能如此了解你的喜好，知晓你行踪的人，一定是你的亲近之人。编剧，此人竟想离间你我兄弟之情，我定陪你查个明白。母亲，此树心口发闷，想回去了。走，
回家。今日谢过刘大人主持公道。叶家这位小姐当真聪明，临危不乱，见招拆招，这种敢把所有人拉下水的勇气，当真难得。至于那个王举人，蠢的猪跑3圈都比他分得清方向。这种人，就算以后中了，也别放出去祸害百姓，送去磨青书最合适。世子爷、十二爷，我的祖宗们隔墙有耳，声音小点。怎么，我在春不万说话，还要避着谁不成？不错了，世子爷，今早突然降临的这2位身份尊贵的下人，一位是当今天家兄长宁王的世子萧玉，另一位更是京城出了名的混世小魔王，皇后亲侄皇甫老将军最宠爱的孙子皇甫少玉，人称十二爷。十二爷，您刚刚看了个全场，可瞧出什么端倪了？没有啊，光顾着看小美人大杀四方，为青玉奋战了，哪顾得上看其他的小打小闹？十二爷，您就别消遣下官了。这事儿闹得整个姑苏城沸沸扬扬，还牵扯到新科举子，实在是……哎，你个老货，真当小爷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？你觉得这不过是点内宅安扎事，怪那叶四小姐没必要闹大，牵扯了2个举子。你是在担心明年的会试吧？你是想着苏杰渊若是能在明年会试殿试一举夺魁，来个3元及第，你刘大人明年的考评就光鲜了，对不对？下官不敢。你怎么不想想，这种事对闺阁女子的伤害有多大？对那些臭男人来说，不过是多了些风花雪月的谈资，但对女子来说，那是灭顶之灾。无端被毁清誉，轻则一辈子常伴青灯，重则被陈塘或者自己寻了短线。刘大人，那可是鲜活的生命。叶四小姐说的一点没错，谁家没有女儿？要是你刘大人的亲闺女遇到这种事，你还能安稳的坐在这儿嫌人家多事吗？这位十二爷果然如传闻中一般行事无常，他在京城时指着翰林院老学徒鼻子骂老匹夫，天家都拦不住。甚至还动过心思要在京城搞一个草楼，找男子以兰卖笑，专门伺候夫人小姐。这种疯子万万招惹不得。十二爷，是下官考虑不周了。叶家也不是小门小户，叶家那几位爷想必已经收到风声了。刘大人，你这态度还是端正的。叶家虽是皇商，但叶老爷这些年靠银子砸出来的人脉可不少。他要是真发火，京城那边也是会有动静的。是，下官一定谨记在心。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。喝吧，别辜负了这壶好茶。十二，你说这件事是不是有人专门针对叶家搞出来的？这些年叶家势头水涨船起，明年内府往北地和西南采买的名单快出来了。叶家作为第一皇商，会不会是被对家盯上？叶家能做大，靠的是叶老爷的胆量和魄力。当初北地大乱，他都敢押上全部身家，这种地位一般的勋贵撼动不了。今天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复杂，不牵扯商战。那好端端的闹这么一出，就为了坏个姑娘名声？碰巧遇上了，有人不甘心，想攀更好的高枝，又不想背负忘恩负义的骂名，这不就演了这么一出？声明啊，我没证据，纯属个人猜测。苏解元，不可能吧？哎，你们别看我，我就随口一说，当笑话听就行。十二爷，苏解元可是乡试头名，人品应当是极好的吧？读书好不代表品性好，老话说得好，仗义蛮多土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他这种江南结缘，明年会试是大热人选，前3甲跑不掉的。一个未来的状元公，年轻风光，他会甘心娶一个行商之女，哪怕是皇商，在那些清流眼里也是卑贱。若是娶了相府千金或者公主下嫁，那才是平步青云。这些行商之女给得了吗？最关键的一点，刚才闹起来时，这位苏解元在干嘛？他第一反应不是护着未婚妻，而是装模作样体谅那个姓王的。这个苏解元不该参加科举，他这种人才该去选花魁才对。这又当又立的劲头，那叶家岂不是要吃下这个哑巴亏？白自助了一个白眼狼，叶四小姐还要咽下这苦果。叶老爷惯会捧杀，他肯定能看明白。苏解元明年的会试，估计前10进不。至于那位叶四小姐，她是个聪明人，为了止损，她肯定会主动退婚。祖父，慈叔想退婚。退婚？死丫头，你可想好了？对女子的声誉总归是有影响的。今天这事情不是已经弄清楚了吗？死丫头，你且说说看，为什么要退婚？可是因为今日受了委屈？祖父，苏家哥哥不是良配，慈叔不愿委屈了自己，更不愿委屈了叶家。这话是怎么说的？你和祖父好好念叨念叨，怎么就委屈了你，又怎么委屈了叶家？祖父，今日那王举人调出所谓定情信物时，苏家哥哥第一时间不是相信我，更没有护着我。他没有护着你？是，他第一反应是失望，
甚至还说什么成人之美的混话。祖父，若他是良配，会在那样的场合对我落井下石吗？他心里压根就没有我，更没有叶家的名声。你想退婚，那就退吧。今日你也累了，先回去歇息。老二，你送四丫头回去，她身子弱，今晚别让她回自己的院子了，去大丫头那儿住，有个照应。拿叶家的帖子去平安堂请廖大夫，他刚从西南回来，让他给四丫头把个脉。父亲，您真的打算给四丫头退亲？这门亲事，姑苏城里多少人盯着呢？咱们就这么退了？原本老夫想着多行善事，苏家小哥出息了，也能记着叶家的好。谁成想叶家竟养出了一个白眼狼！父亲，您的意思是，苏孝生他……你也是个蠢的，精心养出来的小子，还没等大显身手，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怎么撇开叶家。这就是咱们的那位谢元公啊！指望外人挣功名，不如自家儿郎出息。好在三郎这次也中了举，虽然排名靠后，但还有时间。孩儿无能，那退婚的事，孩儿让苏姨娘去和她堂姐谈谈。暂时不要谈，这时候贸然提，外面的话不好听。慢慢来，退婚要讲究计划，不能损了叶家的名声，更不能损了四丫头的清誉，争取年底前把这事办了。都怪我，当初引了这么个东西进门。那小子既然敢算计叶家，我就不会放过他。父亲，那孩儿去安排找人，不许碰律法。那小子不是觉得翅膀硬了吗？离会时还有半年，一个人见识了繁华世面后，再从高处跌落，那滋味才叫不好受。明天让你那个苏姨娘带上厚礼去看那对母子，找个由头，就说你堂姑要回来祭祖，家里不便留外男，给他们在外面找个好宅子，让他们搬出去。对，姑姑要回来了，那新修了20年的宅子终于派上用场了。那是你姑姑跟着贵人一起回来的，万一贵人要过来坐坐呢？你赶紧去把摆设都换了，务必让你姑姑住得舒坦。退婚只是第一步。苏小生，你想借我当踏脚石去攀高枝，那我就亲手把你的梯子拆了。我当了1天的叶四小姐了，没收了审计市政，换成了星级小姑娘。叶家大于顶级跨国贸易土豪，虽然3妻4妾，但也支持女眷自营产业。名下2间铺子，收益马马虎虎。四姐儿，娘来看你了。娘，您怎么带着旭哥过来了？四姐儿，娘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没事儿。等苏家小子高中状元，3媒6聘娶了你，气死那群嚼舌根的。娘，你跟四姐有仇吗？胡说什么？那干嘛非得让我姐吃苦受委屈？四姐，等我长大，绝不让你受一点苦。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姐当官太太吗？娘，你是看不上父亲吗？瞎说什么呢？你父亲相貌堂堂，仁义之礼，家境又好，我哪能看不上？那当初要是父亲和一个穷书生同时要娶你，你跟谁？哼，肯定你父亲啊。那苏家哥哥是谁的亲戚？苏姨娘家的。你和苏姨娘关系如何？明面上笑呵呵，背地里不怎么好。既然关系不好，这种将来当官太太的好事儿，他会大方让给你？好啊，那个姓苏的一定不是良配。苏姨娘这小贱人肯定知道内情，她想坑咱们母女。不行，我跟她没完。娘，没证据，父亲只会觉得你无理取闹，记在心里，等抓到把柄再告状。行，娘听你的，娘多给你准备嫁妆，就算不当官太太，也让你腰板硬挺。大小姐回来了。大小姐回来了，我就是来看看慈姐儿。姨娘坐会儿吧。旭哥也来了，正好我给大哥哥他们准备了笔墨。瑞雪，去把旭哥那份拿出来。是。旭哥儿，最近功课如何？来，跟大姐姐念叨念叨。大姐姐，你真好看。论长相，咱们姐妹里谁比得过你？可惜你身子弱，落了个病西施的名字。祖父请了廖大夫，明早回来就给你把脉。这2日你就安稳住我这儿，母亲和我护着你。苏解元的事儿别想太多，祖父和父亲会做主的。大姐姐，我今日去春不晚，闹成那样，以后是不是不能去了？其实那儿挺让人放松的，你平时只爱打算盘，不知其中厉害。我也是听经理的老妈妈讲的，春不晚的后台是天家。天家开茶楼？那不只是茶楼，是耳目。掌管他的是天家的亲表姐平宁公主。朝臣生谏，全看平宁公主给天家的折子怎么写，那可是暗地里监察百官的利器。咱们大禹的公主竟能监察百官，这算什么？平宁公主的妹妹平安公主更狠，当年带兵冲阵，斩敌无数，如今是驻守北地的威远军统帅。
就连皇后娘娘生的长公主也跟着她在北地舞刀弄枪。那天家就没有别的皇子了？皇后与天家情深，另一位嫡子一出生就是太子。至于宫里那位许贵妃，出身虽显赫，如今也就是个富贵吉祥物。明年这时我就要进京加入平西侯府，怕是没机会像这样和你说话了。大姐姐，你要嫁的那人你见过吗？没见过，但听父亲说他在大内军当统领，皇后娘娘的哥哥是大统领，很赏识他。虽不承接爵位，但门第总是好的。大姐姐，我舍不得你。傻丫头，到不京城了，我也常给你写信。快睡吧，明早还得给祖母请安。母亲说了，这几日你身子不好，廖大夫每日都要来诊脉。慈姐儿脸色瞧着确实不好，可请了大夫，昨晚就去请了廖大夫，晌午前便到。老太太，这孩子昨日受了大惊，这段时间怕是只能静养了。静养好，叶家宅子大，够你逛。等咱们那位老姑奶奶回府祭扫，你们正好一道去请安。苏姨娘，你那个堂外甥笑生是刚中的介子，前程要紧。老太爷说了，最近府里忙，怕惊扰了他北考，特把后街那处招待贵客的斋金拨给他们母子住。多谢老太爷老太太体恤。里面有些银两和各色金座子，借员工出门应酬，荷包里总得备着。这哪是搬家，这是感人。先捧高了，再不动声色的隔开。祖父这手捧杀高明。哎，差点忘了，按老规矩，宫中每年年底都要奖一间铺子给小辈。今年提前了，3日后寿喜堂比试，谁账算的又快又准，铺子就归谁。没拿第一的，年底人手里铺子多，这次就不参加了，让弟弟妹妹。祖母，每个人都能参加吗？当然，只要没成家的都能来。慈姐，你算盘打得好，这2天养好精神。去年你算到一半头晕，今年可得抓紧机会。算账，那是我的本职工作。铺子我拿定。婉姐儿，今日你跟着我看账，慈姐儿你就歇在暖阁里。廖大夫来了，直接带进来。大姐姐，二姐姐今日瞧着似乎不太高兴。叶宁说哪天高兴过？她眼里只有琴棋书画，那是清高如霜，哪像咱们整日围着算盘转。官家小姐出身，委身商贾做妾，难怪生出的女儿也一副高岭之花的模样，心里怕是不甘到了极点。四小姐这心急是胎里带来的，只能细水长流的养，不可大喜大悲，不可忧思过度。廖大夫的意思是让叶慈书看淡生死，无欲无求。四小姐聪慧，叶家大富大贵，您确实没必要有什么烦心事。大意了，我竟没想到叶家一个商户，内宅规矩竟比勋贵家还严，连丫鬟衣裳颜色都有定数。终究是差了一招。那个丫鬟小桃早寻了个由头贩卖了，此时怕是已经在哪个黑窑子里没了性命。生哥儿，娘不能让你一辈子寄人篱下。你如今状元，明年就是状元郎，绝不你仕途上的污点。四妹妹有严重心疾，或许撑不了太久。不行，若在退亲前她死了，外人会说你克妻。顶级勋贵家最忌讳这个，你要娶的得是相府千金，甚至是郡主公主，那才是你平步青云的助力。母亲说的是，都怪那个闷葫芦死丫头，竟敢报官，坏了咱们让叶家困窘退婚的计划。少爷，打听到了，快说，昨天在茶楼3楼包间里的是谁？是宁王世子，他是悄悄来姑苏看斗茶的，现在正住在知府衙门后的美院，周围全是重兵护卫。宁王世子，母亲，您知道这位宁王世子吗？当今天家登基，宁王是唯一在外的亲兄弟，封地又是江南最富庶之地，生哥儿，这是正经的皇亲国戚。母亲，我该怎么结交宁王世子？若能得他提携，定能事半功倍。孩子，冷静，你是解元，你的学识就是你的武器，记住，态度不可输人的风骨最重要。让世子注意到你这位明年状元大热，皇祖才是你最大的靠山。世子是为了斗茶大赛来的，肯定还会去春不完。我不急，跟着书院同窗同去，有他们衬托，孩儿反而更显出彩。你太年轻了，世子现身，整个姑苏的官员小姐都会毛足的劲儿往上凑。宁王世子只有1妻2妾，还有2个侧妃之位空着，你等着吧，春不晚的位子马上就会被定空。苏阿三，拿20两银票去春不慢，订最好的位子。少爷，这定金怕是不够。快去！少爷夫人，晚了一步，位子全订满了。但掌柜在大堂留了一桌，请姑苏有名的才子，特意给了少爷这张请帖，请您3日后务必赏光。好，去赴会时多准备几首绝佳诗词。都有谁去？巡抚家的小公子，刘大人的公子，还有扬州首富宋家的公子。这出场得穿身像样的，可这银子……姐姐，刚才在老太太那儿请安，得了信儿。挪院子，这叶家是邱贵轩，那可是老太爷招待贵客的地方。二爷眼馋了许久，老太爷都没松口，这不是看中笑声，怕轻视黄了吗？叶家倒还有些眼色。
那四丫头那儿吓着了，上午廖大夫刚瞧过，说是脸上没半点血色，病得不轻。这种事也要报官，小家子气！要照大户人家的规矩，这种没气度的女子早该送去家庙关了。这是老太爷和老太太的心意，3000两银票，外加1匣子金座子。生哥现在是解元了，应酬多，衙门那点俸禄哪够？我也添了1000两。姐姐，你给生哥多做几套华贵的衣服，往后出门不能简陋了。妹妹，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。姐姐说这些做什么？生根出息了，咱们的日子也就熬出头了。妹妹，我听说宁王世子在姑苏，宁姐儿可有打算？世子不是有世子妃了吗？不是还有侧妃之位？宁姐儿品貌出众，与其找个普通人当正室，不如入皇室。侧妃也是妃，是上御册的，那是正经皇亲。可我已经是妾，不想女儿。这要看是谁家的妾，宫里贵妃也是妾，谁敢不敬？宁姐儿若能进宁王府，那才是你下半辈子的指望。叶家要回来的那个老姑奶奶是定国公府那个老姨奶奶吧？正是，听二爷说无儿无女，这次是回来祭扫的。哼，说到底也就是个不受宠的妾室，有什么好张罗的？妾室在那位老姑奶奶面前，咱们这种连妾室都算抬举了。叶家是认准了你这个孙女婿，拿银子砸呢。正好搬去秋桂轩添置些东西，再给你做2身像样的皮子。母亲，外人看我都是投靠叶家的，太显眼了不好。我以前穿什么，现在还穿什么。你别管，母亲自会替你体面安排。母亲，您刚才为何说要送宁妹妹进宁王府？您一向不是最看不上这种。你懂什么？她品貌再好，也是商户庶女，与其嫁给平庸之人当正妻，不如进王府拿个有玉蝶的名分。她是你的助力，你有了在宁王府说得上话的表妹，仕途才稳，入阁拜相，这才是你的终点，容不得半点儿女情长。母亲教诲，孩儿记住了。娘，您回来了。宁姐儿，你说这皇家的侧妃，其实身份比一般人家的正室还要高贵些。娘，我不做小，若是逼我去做小，我宁愿一头撞死，我宁肯当个农妇正妻，也不会去做妾。你是看不起娘？女儿是心疼您，您有才情，却不能穿正红，不能走在主府前面，见了小辈还得问安。我想以后正大光明的穿红色，挺直腰板当家做主。好，娘答应你，绝不让你做小，哪怕是你父亲逼你。秋桂轩的东西全部换新的，别落了口舌。母亲，那些家具摆设一定要换最重的、最大的，还得是最贵的。记得在最隐蔽的地方，一定要打上咱们叶家的印记。说吧，慈叔，好端端的，为何非要换那些又重又贵的东西送去秋桂轩？母亲，慈叔是觉得那些先沉重，不好搬，也更安全，不是？那在家具上打叶家的徽记呢？东西要是被人偷了，有徽记才更容易找回来嘛。就你聪明，少用点脑子，仔细再晕过去。吴妈妈，去年南边送来那套小屋小叶紫檀的桌椅绣盾，原本是给婉姐儿攒的嫁妆，现下还在西库房吧？回夫人一直原样放着呢，就换那套，让木匠在不起眼的地方把叶家的徽记刻深些，今晚就办。后天送去时，所有器皿登记造册，一分一毫都不能错。是，既然要送，字画也送几画。苏家哥哥是解元，眼光高。去二爷那儿把博古山买回来的珍品挑几幅。四妹妹，你不是要退亲吗？为何还怂恿母亲给那白眼狼用那么好的东西？我不甘心便宜了他。大姐姐，人的欲望是会被喂大的。苏家母子没投奔叶家前，觉得吃饱穿暖就是福。现在呢，如果让他们见识过这世间最顶级的富，他们还能过回以前的生活吗？这种吃别人的饭，端别人的碗，最后还要嫌阿枯物挡了他路的，大姐姐觉得是什么人？贱人，对，就是贱人。秋桂飘香，万里无伤。两位爷，请。十二，尝尝，东姨亲自泡的，你不得给个面子？我今天让东姨收银子收到手晚，她给我泡杯茶不是应该的。你们悄悄来也就罢了，偏要放风说是世子驾到，现下全城都疯了，位置定的一个不剩，我可不稀罕这点银子。你们选完茶魁赶紧回金陵，我这心整日提着。世子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还要在这里巧目的找人呢。你要找谁？有什么样的人？还需要你堂堂十二爷亲自去找？哼，受人之托，目前只知道他往姑苏这边来了，具体藏在哪，得慢慢挖。绝色美人，你什么时候想通要成家了？还没长开吧？收起你的龌龊心思，小爷我是心如止水，
你要是真闲得慌，我帮你在扬州万华楼张罗2个侧妃，准保让你后宅热闹的没空管闲事。平宁公主添加亲表姐1个月后到姑苏。谁？舅母，平宁公主要来。信里没说缘由，只让沿途驿站保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在舅母来之前把人找到偷溜回京。世子，人马银票全借我。12爷，公主信里特意交代了您。他说我什么？公主知道爷在春不晚猫着，让您消停点。若闹出大动静，她回京就亲自找皇后娘娘给您指门婚事，绑也得让您成婚。这确实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，看来我得当个哑巴了。那公主提我了吗？定位。还好还好，父王的鸡毛掸子能省下，我看完茶亏就回金陵，自己在这待着吧。这里有1000两，够你在醉香楼挥霍。你们堂堂男子汉，怎么把平宁公主当夜叉阎王？大于谁最大？第一老天国公夫人，第二皇后娘娘，第三就是这位平宁公主。被她抓住错处，我这世子还当不当？对了，叶家定位置了吗？老太爷回了，说这次不凑热闹，叶家有正事，说是家里小辈要比试。比试什么？比算账，看谁算盘打得响。打算盘真没劲，有彩头吗？瞧见隔壁那个绸缎炮了吗？谁赢了，铺子归谁。叶家果然豪富，拿个大铺子当王。小辈们长大了，我们也该让位喽。父亲正值盛年，哪能谈让位？婉姐儿不参加我知道，宁姐儿怎么也没来？宁姐儿她不善此道，怕献丑就没来。哼，叶家世代经商，算账是根本。今日盘账大赛，彩头是百脂坊绸缎庄，规矩不变，谁算得又快又准，铺子就归谁。三姐姐去年拔了头，是个赚钱狂，今年怕是没那么容易了。奇怪，只要看过一遍，数字竟然像刻在脑子里一样，难道这是过目不忘？慈姐儿怎么不动弹？光凡称数不算。这孩子算盘平时打得极好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哼，闭嘴！慈姐儿自有分寸，看着便是。旧管家新收，简开除，算清了。啊！慈姐儿只看一遍就记住了所有数额，这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我这2个闺女算盘打的都像我。百脂坊3个月期末实存13582两8钱5分。三小姐完全正确，4小姐也完全正确。既然数字都对，秀姐儿更快。老太爷，4小姐在数字后面还写了2句话：让木有疑。不得胡说！府里的账房都是跟了老太爷几十年的老人，怎会做假账？慈姐儿不可乱开玩笑。祖父，此书没有乱数。死丫头，你可知这话的分量？百脂坊的账我看过，并无异样。祖父，错的不是府里的老账房，而是百脂坊的账房。他在记账时出了纰漏。什么？老太爷！叶家产业的账目，老朽们核对了不下3遍。四小姐这么说，是让老朽无颜再待在叶家了。急什么？四丫头只说账目有疑，又没说是你们做的账。真出了错，你拖家带口的贵也脱不了干系。死丫头，你口口声声说账目有疑，凭据在哪儿？新收和开除不对等。今年上贡的天丝缎少了20%，百脂坊的收入随之下降，但因为天丝缎产生的开支却1分没少。慈姐儿，你连去年的账目都记得？隐约记得，去年百脂坊天丝缎的开支与今年完全持平。你这丫头是在内宅待久了，叶家养着那些染织工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即便不上贡，开支也是固定的。对。祖父，此书说的不是工钱，而是药。天丝缎染色需用西南深山的秘方草药，药性仅3个月。今年上贡量减了20%，药草采购却不仅没减，反而增了1成。药性不能留待明年，多出来的药草钱去了哪里？大兴，去把去年染织坊的旧账拿来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做手脚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小女子能屈能伸，该跪就得跪。罢了，这些账我抽空再审。今天的事儿是咱们叶家的盘账比赛，论速度，秀姐儿第一。但我定的规矩是既要快又要准。四丫头此书不仅算对了账，还能看出账目里的猫腻，这心思极其难得。秀姐儿，今年的头筹给辞书，你可服气？服气。妹妹想得深，不像我就只会算死账，这点我服。不错，秀姐儿也该赏。那前门大街的绸缎庄给辞书，至于秀姐儿，祖父额外赏你一间瓜州的胭脂水粉铺子，7日内契约文书全都换到你们名下。谢祖父赏赐，多谢祖父。此书妹妹，你账算得这么绝，咱们以后合作吧。
合作？怎么合作？一起赚大钱啊！你算账，我也算账，咱们联手，谁敢做假账？咱们先开铺子，再开钱庄，用钱生钱。你怎么不早说你喜欢赚钱呢？早说的话，咱们的钱庄现在都开遍全城了。好，以后咱们一起合作开钱庄。不过我现在得先回梦月居了，该吃药了。行，你快回去，没个好身体怎么赚大钱？等会儿我让人送点名贵药材给你补补。二位爷，叶家盘账大比出结果了，谁赢了？是四小姐叶慈书，她不仅算准了，还当场指出了账目漏税贪墨的问题，惊动了叶老太爷。现在一个大绸缎庄子已经是他的了。哟，那个爱拉人下水的小美人算账还挺厉害。叶家到底有钱，2个铺子说送就送。我的娘啊，我的老红花褂子大棉袄，12哥，你家贤弟来了，还不快出来接驾？12哥，你躲哪个房间里跟小美人亲香呢？别让我逮着！你弟弟怎么越来越疯了？他不是被关安堂了吗？肯定是我母亲放出来的，除了他，谁敢纵着这嘴？嚷什么嚷！麻溜的给小爷滚上来！来啦，12哥哥，让奴家好找啊！当初怎么就跟这个货玩到一块儿？东爷，再给倒点，今天沾了我12哥哥的光，得喝个够。你娘偷放你出来的？还有，你亲哥坐那儿呢，也不知道打个招呼。什么偷摸？父王母妃亲手放的。至于我哥，我才不跟他坐一块儿，免得他以为我想抢他的世子位。宁王妃之前把你关得死死的，现在怎么松口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把门看好了，谁也不许靠近。快说，磨蹭什么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平宁公主要来姑苏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原来都知道了。父王说，平宁公主这么多年不出京，肯定有大事。他怕12哥把我哥拐带坏了，更怕我哥得罪了公主，所以把你哥赶回去，换你来继续跟我闯祸。飞爷，父王说了，若留12兄一个人在姑苏单打独斗，那是我们宁王府明哲保身没义气。我是来给12哥撑场子的，在江南，谁不给本小爷几分面子？我主要负责嚣张跋扈、平汤探路，做好纨绔本分。12哥，母妃给我塞了好多银票，你的花销我全包了，逛花楼下赌坊，哪怕是包下整个春不夜，兄弟我不差钱。表弟有心了，我花费不高，在你舅母来之前备个18000两银子就够了。没问题。那12哥，你拿了钱，总该告诉我你来姑苏到底要干啥了吧？受人之托，来姑苏找个小丫头。找人我在行，让我来。二位爷，客人们该到了，等会儿世子还是露个脸吧。必须的，我也学亮个相吧，咱就露个脸儿，就跟花魁亮相了一样，半遮半掩才够劲儿。等下那帮爷们儿银子还不得大把大把的撒？再敢多说，立马回去。今日斗茶，3楼的贵客也会有所评价。诸位不必多礼，开始吧。这就是天皇贵胄的气度。宁王世子刚刚似乎看了这边好几头，想必是注意到我这个解元了。待会儿斗茶结束，他必会召见我的。表弟，看那穿长衫的小子怎么样？穿的挺朴素，但腰间那块玉可显摆得很。他是江南此次乡试的解元。哦，那定是满腹经纶。不过看他眼神乱飘，心思必然不正。方才九儿姑娘那招水丹青，当真如画江山，苏某不才。运气也糟了，为何还没动静？若错过今日，下次再见便难如登天。小姐，3楼贵客有请。诸位公子，3楼贵客有请。见过世子，见过2公子。诸位请坐，不必多礼。这位便是苏解元吧？久仰大名。正是在下。苏解元这腰间的玉佩真是不错。此玉乃祖上传下，在苏某眼中，不过是全了私亲之情。家传古玉，12哥说的对，这小子真能装，又当又立的那种装。妹妹，虽然百之方刚查了账，乱是乱了点，但祖父补了人手。对不住贵人，老汉歇歇脚，一会儿就走。老爷爷就在这儿卖，渴了管掌柜要茶喝。大姐姐，你那嫁妆衣裳得在这儿多备几套。2位姐姐尽管挑，我定让掌柜给你们算最便宜的价。苏兄好福气啊，未婚妻巡查铺子呢。对啊，苏兄何必穿得这么寒碜呢？闺阁女子抛头露面，有辱身份。苏解元学富五车，
却怎么说出这种不忠不孝的胡话？商人之女，你懂什么忠孝？你说女子露面有辱身份，当年苏夫人当绣娘挣钱供你启蒙时，你怎么不嫌她有辱身份？你强词夺理！更何况你吃叶家的，穿叶家的，连书院花销也是叶家出的。你看不起商户，却靠商户供应，你又当如何自处？有意思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拉人下水的四小姐。这苏解元真是个大头，配不上这姑娘。哎，咦，那个叶家三小姐怎么折回来了？鬼鬼祟祟的，看着要干坏事。来人，去看看怎么回事，有热闹别漏了。那位叶家三小姐去了定胜桥，给每个小乞丐发了10文钱，还买了肉包子。那些孩子领了钱，迎面撞向苏解元。苏解元不仅被撞了个跟头，半个包子全抹在那身月白狼衫上了，还被孩子刮破了袖口。最后苏解元没法子，赔了那些孩子一笼大馒头。这丫头报复的方式还真是简单至精，一点亏都不肯吃。有仇必报，这性子我喜欢。你再仔细看那梨摊，看出端倪了吗？一个梨3文，3个应该是9文，他卖10元3个，这帮人怎么还抢着买？这就是叶家三小姐的聪明之处。3文一个，大家只会买一个尝鲜；10元3个，大家觉得占了便宜，不仅买的多，还得抢着买，利用贪便宜的心思卖高价。叶家这几个丫头还真不能小看。叶家老太爷今晚设有请你，你态度端正点。那老太爷在京城也是有门路的，别在那儿丢皇室的脸。唉，我哥要是晚走1天就好了。这种正经场合最烦人。12哥，你真的不陪我去？我还没打算在叶老太爷面前露相，不过东娘会陪你去。东姨也去？东娘去给我找个记账的差事，我总不能这1个月在姑苏城无所事事吧？找记账的活儿？12哥，你要去哪家算账？我真同情那家东家，让你去算账，那账房怕是要倒闭。滚！小爷我账算得好着呢。来来来，刚出锅的，来姨娘最爱的这口，你们也赶紧尝尝。三姐姐，刚才不只是去买糕点了吧？顺手花了点钱，找几个小乞丐恶心了一下苏解然。你还真敢动手？反正妹妹都不打算跟他成亲了，还顾及他面子干嘛？那宅子都腾出来了，祖父明显是不想留他了。就那群蠢下人，还以为老太爷看中他。三姐姐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下人们心思多，我平日放债给他们，听得多了。苏家母子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叶家不稀罕。唉，我娘这2天老在我耳边念叨找婆家，烦死我了。找男人哪有赚银子快活？三姐姐说的对，要不咱俩以后搭伙过吧？你做生意，我算账，咱们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行。我是不是没带好头？妹妹们怎么一个赛一个不想成家？回2位姐，邱桂轩那边全妥了，苏家母子明日就挪过去。他母子最近手面如何？阔绰得很，老太太送的银子已去了一半。苏夫人在凤羽岗订了几身大毛衣服，说是为了明年开春进京备的，连咱们百织坊的门都没进。这是还没当官就先嫌弃咱们家了。苏解元呢？明日跟那帮举子品茶作诗，日日明定大罪才回。门房说那酒气隔着一条街都熏人。就这德行，明年会试能中才怪。四妹妹放心，祖父说了，月底前定让她滚出叶家，把婚退了。我不急，就让她继续做这种高门女婿的梦。我等着看她竹篮打水一场，空。叶老爷，东娘有一事相求。东娘掌柜，请讲。我有位远房侄儿，20有2，是个落地的生源，想一边做活一边备考。茶楼太吵，想找个正经铺子历练历练，不知叶家可有位置？12哥这是要微服私访当长工？东娘举荐的人定是好的，他擅长什么？他在扬州老家干过账房，写写算算极好。这可真是赶巧了，百织坊前日刚清了账房，正愁没人顶上，就让他明日去百织坊上工吧。他在春不晚住，白日过去即可。好，不用管束，工钱我多开3成，一定不委屈了东娘的人。那就多谢叶老爷了。让京城混世魔王12爷去给叶四小姐算账，这百织坊以后怕是全姑苏最热闹的地方。12哥，你真要去卖花布了？
这事儿要是传回京城，那些老学修不得笑掉大牙？东娘的话，我早就猜到了。可那是卖花布哎，大老爷们儿天天在那摸绸缎。我是去当账房，又不是在柜台揽客，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十二哥，我给你在醉香楼包个房，白天你管花布，晚上回这儿让花魁伺候你，银子我有，管够。百枝房，就是那个新华给叶家四小姐的铺子。对啊，就在这隔壁。有意思，东家是个聪明的，应该不会给我添乱。你放心，在姑苏城有弟弟我罩着，保你横着走。消停点儿，你现在就负责当好你的浪荡二公子，别给我惹事。明天我就得去见见那位东家了。百枝房的新掌柜和账房都找好了，掌柜的是老太爷的心腹，那账房呢？那位账房先生姓花，是个年轻秀才，听说家境不好，身体虚，今年落了榜，想一边做工一边苦读。老太爷说了，让小姐自己看着办。勤工俭学啊，同样是读书人，这姓花的比那苏校生有骨气多了。秋露，帮我送送妈妈。明天倒要看看这位身有傲骨的账房先生算盘打得响不响。经理传消息，姑姑回来的车马跟平宁公主是一起的，而且公主是轻装简行，似乎有密务。公主鲜少出境，一旦动身必有大事。老二，这阵子多往春布湾跑跑，平宁公主若有需要，叶家必须鼎力相助。咱们叶家可是跟定国公府绑在一起的。惊为天人啊！这秀才当账房简直是资源浪费，就这张脸站到门口柜台去，妥妥的销量冠军啊！夫子云非礼勿视，这叶家四小姐如今瞧着，倒比茶楼初见时红润了许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黄少玉。黄账房，听说你打算一边在百枝房做工，一边继续备考乡试。是，在下不才，3年后定要再试。身有傲骨，既然如此，我也直说了，百枝府普通账房月钱4两，因你不在府内居住，额外补你1两房补，每日供2餐。皇上姐可有异议？叶家良善，黄某感激不尽。马掌柜，小姐请吩咐。黄账房往后便交给你带了，他是读书人，你多担待些，若有需求直说无妨。三姐姐，你方才盯着人家瞧了半天，瞧出什么名堂了？穷，但极有风骨。此话怎讲？他穿的衣服看起来边角都起毛了，说明是真穷。可他腰间那块玉佩起码值几10两银子，说明他祖上阔骨，是家道中落的子弟。三姐姐，咱们想到的一处去了。我方才还在想，他若肯去柜台卖布，那简直是销冠之才。皮相神好，气质清冷，那一丝傲气最是勾人。可惜人家一门心思要读书，等下次他来交账，我探探他的口风，看看这位黄公子愿不愿为5斗米折腰。对了，母亲说明日人牙子要送新丫鬟进府，咱们每人得挑2个，又是琐事。不过比起那苏校生，这位黄账房瞧着顺眼多了。12哥，5两银子的差事谈妥了，要不要弟弟我给你在醉香楼雇几个花魁，专门庆贺你成为黄账房？谁送来的？苏解元说明日是吉日，他在秋桂轩办乔迁宴，特意请咱们过去。在叶家的宅子里办他的乔迁喜事，苏校生这脸皮。12哥，你说我当看不见呢，还是带人去掀了他的桌子？不必亲自出面，他想摆谱，咱们便全了他的名声。挑个不起眼的破烂摆件送过去，就说宁王府事务繁忙，人不用去，让他自己在那叶家的宅子里唱独角戏。恭喜苏兄乔迁之喜，如此佳地，明年定能摘得桂冠。苏兄如今在这般仙境苦读，真叫我等羡慕的紧呐。宁王二公子虽政务繁忙，但也特意派人送来了一套上好的文房4宝，督促苏母。宁王府送的礼，那便是看中苏兄，前途不可限量了。苏兄，酒也喝了，园子也逛了，那书房里的宝贝字画也该给兄弟们开开眼了吧？正是，刚才路过那一眼看去便知非凡品，苏兄可别藏私。诸位请随我来。这是秦大族的真迹，龙纹炫指，秦大族私印。天哪，这可是千金难求的无价宝。鲁大师的倒流香，这巧夺天工的工艺，苏兄，你这屋里简直是满地金子。叶家虽是满身铜咒，但这供养确实周到，有此底蕴，谁还敢说我苏家只是寄人篱下？这才是读书人的日子。解元之名，当真如登仙途。最近秋桂轩那边苏解元动向如何？回4小姐，苏解元最近少在屋里用膳，
通常戌时后才回，次次拎着酒器。苏夫人则是整日游连各大首饰铺子和成衣店。钱从哪儿知道？日常吃穿走的是叶府公账，但苏夫人买首饰做新衣的银子都是她自个儿掏的。辛苦了，记住，日常开销照最好的供，别让下人觉得亏了。那边若有变动，随时来报。祖母给的3000两银票，这就快见底了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见惯了金尊玉贵，谁还肯穿粗布麻衣？走，大姐姐，咱们去学堂瞧瞧旭哥。行似而神不知，这文人之骨，终将少爷，吴家公子在醉香楼设宴，包下了花魁灵香的场子，请您务必到场。还有谁去？知府家的公子也去，听说还请了宁王府的2公子。去，问母亲拿200两银票，再把我那套压青缂丝锦袍和白玉冠去。是。盛哥儿，你要200两银子，可是为了今晚的友会。去吧，只是往后这种场合能推便推了吧。母亲，银子不够了，叶家给的加起来足有4000两。那一块羊脂玉配的1500，凤羽光定制的5套客长袍和2套狐裘又是500两，还有你这些日子的打点。那金错子呢？那些得留着你明年进京的盘缠。若实在没钱，我便把那2套宝针头面当了。这种结交权贵的官场际遇，比你关门写10篇锦绣文章都有用。这钱必须花。半个月花了4000两。苏夫人眼界高，买首饰去金店，做衣裳去凤羽昭，全是挑最贵的，真是不花自家钱不心疼。四妹妹，咱们是不是该带人上门，趁他们没钱时狠狠羞辱一番？羞辱？那叶家岂不成了恶霸？祖父不出手则已，一旦出手，定要全身而退，还要100倍报复。月底大戏才开场，咱们且等着看苏家母子如何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走，李妈妈说新来的小丫头调教好了，让咱们去碧水亭挑人。你不是嫌浪费吗？我现在养通了，以后我出去自立女户，省得再找人，这叫长远投资。哟，咱们大吉项还没算完呢。别闹，月底要交账给叶四小姐，若是第一次就出岔子，小爷脸面往哪儿搁？听说你白天去柜台站着了，那些夫人小姐没把你给生吞了？光顾着看那帮伙计睁眼说瞎话了，生意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都替天家觉得那进贡2字被他们说的太廉价。嘿嘿，这些小热闹算什么？十二哥，看这个，这是梅大家的冬雪腊梅图，认得准。前年叶老太爷花3000两买的孤品，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叶家有事求你，还是你收了贿赂？居然是真的！你老说，画哪来的？买的，真金白银买的。前年博古轩拍卖，叶家花了3000两才拿下的。从四宝斋花了足足2000两呢。四宝斋那个老狐狸掌柜敢卖你？他哪敢骗我？他也说了，这画确实是叶家那一幅。那是叶家人卖给他的。掌柜说，卖画的人虽然穿得不错，但绝不是叶家的管事，那身行头也不是叶家仆从的料子。二公子，这画确实是前年从博古轩出去的那幅，小的也是机缘巧合收下的。这不，第一时间就想到您了。叶老太爷出的货，瞧着不像。十二哥，你想想，这2天大家都在传，叶老太爷把大宅子给苏孝生住了，里面的宝贝也全留在那儿。那介元公是个败家子，3000两银子半个月造光了，现在没钱花了，除了打墙上画的主意，他还能怎么办？分析的有理有据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是个局？局？什么局？这里是姑苏，哪家当铺画廊敢收叶家被偷的东西？除非这事儿是叶老太爷默许的。他正愁没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捅破苏孝生的真面目，而你，宁王府2公子，刚好就是那杆枪。好，叶家那个老货居然敢算计到本小爷头上来！急什么？叶家老太爷虽然把你当枪使，但定不会让你白忙活。既然他想闹大，来，咱们合计下，怎么把这一出好戏演给全城看。能被人当枪使，说明你这杆枪够硬。这姑苏城如今谁不卖你宁王2公子几分面子？那是，但我该怎么把这戏演下去？简单，找东娘从库房里挑几样压箱底的宝贝，开个赏鉴诗会，名义上是让大家吹捧你的眼光，实则找准时机把这幅画拿出来，再安排个徒儿，把众人的注意力往这画的来历上引。这幅画本该在谁家？满城的公子举子谁不清楚？万一他们说是叶家贿赂我的，或者说这是假画呢？二公子，你太小看自己的身份了。你拿出来的东西，就算是块路边的石头，他们也得闭眼吹成天外陨石。更何况这是真迹。至于贿赂，你只需不经意间提一句，这是你花2000两银子买来的。记住，把叶家的3郎叶锦回也请去。那孩子秉性纯良，他若见到自家书房的东西落到你手里，
那惊讶的表情才是最好的证实。叶家最忌讳变卖家产，尤其是在生意场上，一旦传出叶家卖画周转，老太爷必会当众否认。到那时候，画是怎么出来的，矛头只会指向那宅子里唯一的外人苏小生。十二哥，你这么卖力，不会是因为现在的东家是叶四小姐，你想英雄救美吧？胡说，小爷是看不得那白眼狼坏了大岳读书人的名声。十二哥圣明，你这是为大鱼殚精竭虑啊！你是想让大家认清这伪君子的真面目，省得他以后入世祸害百姓，纯粹就是看他不顺眼。表弟说的对，一定要揭开他的真面目。宁王家二公子包下了春不晚，请你去赏鉴诗会。祖父，孙儿还想在家温习。温习不差这一日，二公子亲自下帖，你必须去，多看多听，少说话。祖父，孙儿与那位宁王二公子并不相识，去了怕是自讨没趣。三郎，你读书是为了什么？光宗耀祖还是造福百姓？无论是哪样，你都得走出家门。你总缩在书房里，将来入世了，难道也要缩在官署里不成？孙儿记住了，孙儿这就回去温习，功课还没做完。老二，去跟东娘打声招呼，赏鉴会上让她多照看着三郎点。二公子身份尊贵，三哥这身衣着得体即可，绝不能抢了主家的风头。颜色选蓝色为宜，刻丝暗纹最稳妥。再让小厮带一套备用的，万一席间洒了油水，免得失礼。配饰也得注意。二公子必戴玉冠，三哥若是也戴玉冠，万一质地冲撞了贵人，反倒不好。不如用乌木簪戴副头，腰间坠一块好玉足矣。二丫头心细，秀姐儿，你呢？我建议三哥荷包多带几个，里面得放不同面额的银票和碎银子，那可是春不晚。万一2世纪打赏，三哥若是掏不出钱，那多丢叶家的脸。还有，叮嘱那小厮眼睛活点，三哥身上哪件东西不值钱？万一掉了一样半样的，这趟赴宴可就亏到家了。叶三郎，放榜后就没见你出门，在家里躲着修仙呢。读书，功课紧，不敢懈怠。见过二公子。本公子这几日得了些稀罕物，请诸位共赏。来人，上宝贝。这是本公子花了1万两银子从西南淘来的。这雕像，祖父库房里放着3尊，好像只值5000两。摆件看完，接下来是字画。这一幅画是本公子前日在姑苏城新得的，足足花了2000两白银。难道是梅大家？吴兄好眼力，正是梅大家的巅峰之作。回二公子，前年叶家从博古轩买走了一批字画，其中确实有这幅梅大家的《冬雪腊梅图》。好大的胆子！四宝斋竟敢拿假货骗到小爷头上！来人，把四宝斋掌柜给小爷押过来。二公子，许是叶家后来又把画给卖了呢？绝无可能，此等珍品，叶家向来视若珍宝，绝不轻易出售。是啊，叶家哪缺这点钱？可若是没卖，那咱们在秋桂轩书房看到的那幅又是哪来的？哦，那就是说，要么本公子手里这幅是假，要么苏解元书房里那幅是假。二公子，是真是假，取来一验便知。叶某敢担保，叶家从未卖过此画。好，既然苏解元是爱画之人，定也想弄个水落石出，你不介意吧？自然。二公子冤枉啊！小的就是有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卖假画给您啊！公子，关在秋桂轩书房的画取到了。报，叶老爷传话，此画一直供在秋桂轩，叶家绝无出售之意。不对，这画变样了，这根本不是我们前几日见到的那一幅。苏解元，能否给本公子解释一下，这真画怎么会出现在四宝斋的柜里？苏兄，咱们前几日在秋桂轩看的，分明是宁王二公子手上这幅，怎么这才几天，你书房里就变成了这幅假货？这定是被人调包了。调包？这段日子苏兄深居简出，连请帖都推了，谁能进得了秋桂轩的书房？况且苏兄日日对着这画，竟连真假都分不出，怕是……定是叶家的恶仆。秋桂轩洒扫的小厮、马夫、厨子全是叶家人，定是他们监守自盗，故意换了画来陷害我。二公子，麻烦您帮我报官吧。又是报官，这叶家四小姐是这样，这叶三十又是这样，
叶家到底往衙门消费了多少？报起官来这么理直气壮。报官？好端端的报什么官？必须报官。叶家治家极严，从未出过仆妇偷盗之事。若真是下人作恶，叶家绝不姑息，并送官严办，还苏解元一个清白。可若不是，也请还叶家那些身份卑微、品性正直的仆人一个清白。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请官府裁夺。有理。既然公说公有理，烦请你派人回府，请刘知府大人来一趟。本公子也想知道，到底是叶家出了小偷，还是有人想当婊子又立牌坊？二公子冤枉啊！这小子1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呐。那你解释解释，这话怎么到你手里？那日确有个蒙面人来卖画，小的以为是叶家赏了人，别人拿来变卖的。那银票是昌宝号的，每张都有编号。二公子只要顺着银票查，定能查出是谁去兑的银子。把他先拉下去，去请刘大人的时候，顺便通知昌宝号对账。叶公子，你先回叶府通报老太爷，这名画失窃可是大案。二公子恕罪，苏公子恕罪，这一切都是小的干的，是小的猪油蒙了心，被富贵迷了眼。小的趁苏公子挑灯夜读，偷了真画去卖，又花了几两银子买副假画挂上去。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公子，是小的对不住您，小的猪狗不如，赌钱输红了眼，才花5两银子买副假画，调包了真迹。小的该死啊！阿三，你怎能如此？这还真是个恶仆啊！背着主家偷透名画，还险些害得解元宫名誉扫地。苏孝生在叶家住时，这阿三宁愿自己挨冻，也要给主子温着糕点。这样的人会为了赌债陷害主子？气死我了！那姓苏的居然找了个替死鬼，让他那随从把罪名全顶了。哪怕是顶了罪，苏孝生在姑苏也已经臭了。二公子，刘知府那边传话，苏阿三在押送大牢的途中跳了姑苏河。什么？人捞上来没？天黑浪急，人怕是没了。他必死无疑。为了那种白眼狼，搭上一条命。你眼里他是恶仆，在他自己眼里他是个义仆。苏阿三知道，只要他进了大牢，知府衙门的手段他扛不住。若他招了，苏孝生就全完了。他一死，便是死无对证。他用命换苏孝生那点摇摇欲坠的功名。于忠这种人真是无可复药。这世间于忠于孝之人还少。别气了，明日一早，姑苏城就会传遍解元宫御下不严的丑闻。叶老太爷可不是吃素的。十二哥，你这么帮叶家，是不是巴不得你的东家早点退婚啊？哼，我只是看不得那虚伪小人得意。叶四小姐真该给你立个仁义牌坊，专门限你救她出火海。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阿三呢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可是得罪了贵人。生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除了天地师长，你从不轻易下跪。快起来说话！母亲，儿子糊涂，那画被宁王二公子当众拆穿了。偷窍！你堂堂解元，竟去偷窃叶家的字画变卖！母亲没完，一切都没完。阿三把罪名全顶了，只要咬金是阿三干的，儿子就还能参加会试。您快去求姨母，求叶家撤案。叶家富甲天下，不会在乎一幅画的。只要他们松口，知府那边肯定给面子。撤案！今天那场面，若是叶家不报官，便是扫了宁王府的面子。叶家会为了一个仆人去得罪世子吗？可是，儿子听说了，阿三在押送途中跳了河。若是他没死透，或者被官差搜出来怎么办？阿三既然跳了河，便是存了必死之心为你遮掩。生哥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对此事一无所知，你只是个被恶仆蒙蔽的受害者，明白了吗？和外面的流言，那些举子都会看儿子的笑话。流言能杀人，也能淬火，受不住这点委屈，你将来如何入阁拜相？从明天起，你闭门谢客，好生苦读。至于叶家，我会亲自去一趟，他们不过是想逼我们早点成亲，把这棵大树抱牢。为了你的前程，这门亲事我应了便是。哼，这就迫不及待上门来商量婚事了。二夫人一大早便登门，可是为了昨夜阿三那家仆之事。哎，那是我们失察，
竟不知他骨子里竟是那般不堪。那阿三啊，凌晨刚从姑苏河里捞上来，已经没气儿了。偷窃虽是大罪，顶多服几年徭役，何苦搭上性命？畏罪潜逃，那是死有余辜。夫人说的是，人一死，倒也清静。不过我今日来是有2桩事要办，这园子夫人住的可还习惯？还行，离闹市近，倒也幽静。习惯便好。只是老太爷今早发了话，说这宅子买了20年，陈设旧了，得里里外外翻新一遍。尤其是这邱桂轩，得赶紧动工翻新。二夫人的意思是，这园子里怕是留不得人呢。好，翻新是应当的。二夫人放心，我们母子自会尽快找房子搬出去。这些叶家恶仆，你今日便都带走吧。苏夫人到底是名门出身，就是体谅。既然夫人也要去牙行忙活，那我也就不绕弯子。还有最后1桩事。二夫人请直言，可是要定婚期？关于俩孩子的婚事，老太爷说了，生哥明年开春就要进京会试，前程大过天。确实，会试在即，婚期确实仓促了些。若是叶家想此姐儿身子骨弱，又有心急，怕耽误了苏解元的锦绣前途，所以2家的亲事就此作罢吧。退婚？你说叶家要退婚？我明白了，叶家这是看风头不对，怕被我家阿三的事连累，真是不折不扣的商人本色，见利忘义。夫人这话可差了，当初苏家遭难，您不是也果断和离，连姓都给改了吗？论见机快，谁能比得过你？你好，退便退，我儿明年高中状元，你家那满身铜臭的庶女，求着进我苏家门都不够格。更替两清，祝生哥儿前程似锦。对了，本月18是翻修邱桂轩的吉日，那天管家会带人来收房。18？那不就剩下7天？若夫人没找好去处，多留2日也无妨。只是外面茶馆如今日日都在讲医谱救主的新段子，那话说的，夫人还是少出门听为妙。贱人，这群伤骨贱类，我要杀了你们！母亲，母亲保重身体，都是孩儿无能。我要砸烂这些叶家的东西，砸烂他们！夫人，这些都是叶家登记在册的名贵古董，您砸了可是要照价赔偿的。滚，都滚出去！母亲，暂且忍下这口气，待明年孩儿成功折桂，必让这满城的人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笑柄。对，生哥儿，你只要告状，咱们都伸手可得。叶家他们会跪着求咱们回去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首富叶家竟然和新科苏解元退婚了，这放着未来的状元夫人不当，叶家是疯了吗？那苏家藏污纳垢，养出的恶仆敢图叶家名化，谁知道苏家背地里什么样？也对，看苏家那败落样，现在连叶家的园子都被收回去了。我看这苏解元也就是个虚架子。十二哥，你听到了吗？现在满城都在夸叶家老太爷深明大义，宁退婚也不肯与德行有亏的人家结亲。这一波，叶家老太爷赢麻了。叶老太爷是个人精，那次叶四小姐茶楼闹着报官，他就知道苏家不安分，他一直隐忍不发，如今名声拿了，婚也退了，算无一策。不过他没算到我，也没算到十二哥你在后面推了这一把。看你笑得灿烂，叶家给你送好东西了。墨玉羊脂玉1盒，翠玉水晶1盒。叶老太爷真是懂我，我回金陵定要在父王面前替叶家美言几句。那是给你的封口费，你少说话就是对叶家最大的帮忙。说正事，这2天你去帮我逛逛姑苏的花楼。逛花楼？十二哥，你要是想女人了，弟弟带你去，干嘛说的这么客气？是替我找个人，一个18岁的女孩，极美，右腕处有一个铜钱大小的云朵状粉色胎记。18岁，十二哥，你这是跟那虎威将军的儿子学坏了，你禽兽啊！是受人之托，这女孩是从焦坊司逃出来的犯官之后，后来跟救她的人走散了，打听到是被拐到了姑苏。焦坊司犯官之后，那可是皇上亲下的旨意。十二哥，你这是要跟皇帝叔叔对着干啊！难怪平宁公主急着往姑苏赶，她是来拦你的吧？那你帮是不帮？帮怎么不帮？不过说好了，要是皇上要打我板子，你得抱着他的大腿哭响点儿。放心，要是真出事，我那顿板子肯定比你的重。这是哪家的小王爷？好大的排场！18岁，官家气度，定是得卖个好价钱。先从这姑苏第1楼找起。哎呦，这不是二公子吗？您这尊大佛怎么今个有空光临奴家这小庙了？快，最好的包间伺候。少废话，去，把你们楼里所有的姑娘都给小爷叫到包间去。所有的？二公子，您这小身板吃得消吗？小爷有的是银子，赶紧去。
二公子您慢着点儿，楼上请，保准让您今儿个尽兴。给二公子请安。都站好了，把你们的袖子都捋起来，露出胳膊。二公子，这是什么新玩法？不知是让奴家露左胳膊还是右胳膊？少废话，两只胳膊都露出来！太俗，换一批。二公子，这已经是我们楼里最好的了。小爷说换一批，听不懂吗？二公子，真的没别的姑娘了，连打杂的小丫鬟都给您拉过来了。新来的呢？年纪小点的，这2天有没有收进来的？二公子明鉴，奴家哪敢干那些伤天害理的勾当？我们楼里的姑娘都是过了官府文书的，真没有新来的。过2日让林香候着，小爷再来喝茶。十二哥，银子撒了不少，人影都没瞧见。你那消息准不准？别是人去了扬州，你让我在这儿翻姑苏城？消息说进了姑苏，手腕上有云朵粉色胎记，这么显眼的标志，醉香楼都没有。翻遍了，连老鸨床底我都恨不得翻了。你说会不会被卖到大户人家当丫鬟，或者给农妇当童养媳了？大户人家买丫鬟最重来历，她这种身份没人敢领。至于农户，那点行脚钱都不值几个碎银子，牙婆不会做这种亏本买卖。那他能钻地底下去了不成？苏家母子前日搬走了。管家去收房时，发现茶具碎了一地。母亲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几套瓷器便没让他们赔。没这婚约压着，真觉得这姑苏的空气都新鲜了不少。大姐姐，那母子俩搬哪儿去了？宝带桥那边一处一进的小院，靠着码头，喧闹得很。当初祖父给的3000两，怕是快见底了。苏解元那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样，苏夫人难不成还要重操旧业去当绣娘？由奢入俭难啊！卖花的银子虽多，可架不住苏夫人眼见高。咱们且看着，看他们能撑到哪天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几天兴盛坊去年的陈年胭脂居然全卖脱货了。哪个花魁带的货？是那位宁王二公子。传闻他在花楼选姑娘不看脸，只看胳膊，说他在金陵最爱胳膊上画了胭脂画的美人。现在满城的姑娘都疯了，天天往胳膊上画牡丹芍药。这宁王二公子简直是财神爷，若他能去我铺子里点个头，我分他1半红利都成。三妹妹，那是皇亲国戚，你脑子里尽是些生意值。婉姐儿，苏姨娘这几日病了，宁姐儿心情也不快。你带她去梦月轩聚几天，好生照料。有劳长姐。这些是李妈妈调教好的丫头，你们每人领2个回去使唤。你叫什么？奴婢林泽，请小姐赐名。你多大了？18。既然她叫林泽，那你便叫韩苏吧。奴婢韩苏，谢小姐赐名。韩苏，这伤是什么时候弄到的？回四小姐的话，在进叶府之前就伤到了。那日在庄子里的灶间帮忙，奴婢不小心让火燎了一下。进府后，管事的妈妈们看到了，立刻找了郎中给奴婢拿药敷上。现在已经快要掉痂了。既然是老伤，便好好养着。在没掉痂之前，韩苏这只手不要碰水。林泽，你与韩苏一起先回秋墨阁，你们俩年纪尚小，有不懂的规矩，多跟着院里的姐姐们学学。暂时先负责浇花喂鸟，重活以后再说。是。四妹妹叹什么气？莫不是这账本看腻了？我听说前门大街新开了一家糕点铺，那梅花糕软糯香甜，咱们要不要去买点给母亲和大姐姐尝鲜？好了，你们2个皮猴子，既然坐不住，便出去逛逛吧。让马房备车。只是这2日天转凉，叶慈书和叶秀书都要多穿点，别吹了风。随便逛逛，你自己找地方喝点茶。申时准时到百之坊门口接我们。四妹妹，你看，刚刚这几家，还有前面那家卖文房四宝的，其实都是咱们叶家的铺子，只不过挂在不同房头名下罢了。叶半城，果真名不虚传。
叶四小姐，3小姐。黄公子忙你的，我们就看一会儿。掌柜的说，那位是宁王府的二公子萧决。四妹妹快看，这就是那位二公子，这皮相简直是极品。若他换上女装，这美色怕是连女子都要羞死。皇室血脉，王妃定是绝色，可惜了。可惜，叶慈书到底在可惜什么？三姐姐，你上午在母亲院里说，要是能结识这位二公子，挣了钱和他对半分。我那是玩笑话，你看他的穿戴，哪样不是价值连城？他定是视金钱如粪土。万一觉得我是在觊觎他的美貌而打我一顿呢？还是等我以后单立女户再说。我这姐姐还真是花痴。萧若琳视金钱如粪土，叶秀书还怕他觉得他在觊觎她的美貌。这叶家小姐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此计甚妙，悄摸声的就把事儿办了。你立刻去马记买4份最新鲜的点心，记住表现得越急越好。若是马记的人问起，你就说铺子里来了精灵的贵客，点名要吃马记的点心。小的明白，要不经意的带出精灵2字。用马记自家的10盒装，待会儿还得去还10盒，多露1次脸。办好了，月底双倍工钱。去把库房里那几匹最压箱底的刺丝和狐裘料子全搬出来。那位二公子挑的时候，你们就一个劲儿的夸他孝顺，夸他有眼光，夸他天人之姿。只要能把他留在铺子里多待半个时辰，月底也是双倍工钱。四妹妹，要不我去找丁胜桥那几个小乞丐，让他们把宁王二公子亲自来百芝坊为王妃选料子的消息散出去。太刻意了，咱们换个法子。黄公子，这位二公子可是住在春布馆？是，董掌柜是在下的远房姑母，在下的确在春布馆见过二公子。这就结了。春布馆每年都要从百芝坊定制大量茶服，待会儿二公子走的时候，无论他买没买，咱们都大张旗鼓的抬着满满几箱料子，跟着他的轿子送去春布馆。高，实在是高，别人瞧见了只会觉得那是二公子买回去送人的。不过这二公子整日逛花楼，今日怎么想起来逛绸缎庄了？莫不是要给花楼姑娘们送礼？可这也太寒酸了吧！也许是品味独特，喜欢看姑娘们穿他挑的料子。那混球只是来等我下工一起回春布馆，顺便看看我卖花布的笑话。黄公子放心，只要今天生意做成了，月底也多补你1个月工钱。多谢东家。等等，四妹妹，这我出力了，但这可是你的铺子，我这不是白忙活了。三姐姐放心，月底我定送你一份大礼，礼物不便携带，不如折现。姐姐你还真是个财迷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我不过是去等12哥下工，他们居然敢抬着几大箱陈年料子跟在我马车后面，搞得满城都以为我给母妃买了这么多东西。淡定，他们还算客气，没让你在大门口当众试穿。你还笑？那2个叶家丫头胆子比天还大，居然敢把本小爷当成招财猫使唤。他们居然敢利用本小爷的名号赚钱，他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他们就是知道你是谁才敢这么干，谁让你是宁王最宠的小儿子呢？你这招财猫的身段，不去铺子里坐镇真是可惜了。我最恨被人算计，叶家老太爷好歹送了我2套极品围棋，这2个丫头呢，空手套白狼。谁说没给你好处？马记的糕点吃了没？极品碧螺春喝了没？伙计那些天上有地下无的好话听了没？你在里间那副享受样，我可是瞧得真真的。他们甚至不肯出来亲自招呼我，这是无礼。人家是未出阁的千金，你是哪根葱？他们真没说我点别的？说了，说你拳打潘安，脚踢宋玉，皮相乃大于第一，还说就你这张脸，站柜台卖布，保准能卖爆。想得美！我明天就带人去砸汤子，说他卖的都是3流货。不行，只要这事造好了，月底给我发双倍工钱，5两银子。二公子摸过这匹小刺，包起来。二公子说这皮裙子衬人，我也要这丝。3天抵2个月，明天放风出去，就说二公爷的随从已经把货提走，见好就收。我又去了一次，让那帮蹲点的小姐们见着真人了。怎么样，12哥，这业绩够你拿3倍工钱了吧？行了，别显摆了，说正事。有消息了，
卖那丫头的人牙子找到了，那丫头确实没进花楼，是卖给大户人家当丫鬟。哪一家？那牙子滑头，非要见了正科才肯吐口。怎么是他？那个茶壶嘴怎么也来姑苏？那个茶壶嘴不在西南帮爹手边厢，跑到姑苏来显摆什么？他爹刘虎倒是疼他，庶出的儿子也当宝。3年前在京城天香楼，这小竟敢对新任花魁霸王硬上路。那次更痛苦，12哥你那一脚，直接把他从3楼踹到了2楼，我就在门口帮着递小皮鞭。不要，放开我！你们敢这样对我，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走走走，打那以后，全京城都知道虎威将军家出了个茶壶嘴，这羞辱可比你那顿揍重多了。别光顾着笑，刘明成现在是他爹麾下的车骑将军，官身在位，他无缘无故带这么多军中老手来姑苏，绝不是为了采买绸缎那么简单。难不成刘虎要调防姑苏？可姑苏是我父王的封地，我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收？告诉东夷，时刻盯紧刘明成，这小子阴坏阴坏的，若敢在姑苏为非作歹，小爷我不介意再废他一次。12哥，别废腿。刘铭存现在不比从前，手握重兵，他在暗，你在明，没事别去招惹他。哼，在我的地盘还能让他翻了天？倒是你12哥，平宁公主马上就到了，你还是乖乖猫着。平宁公主来，刘明正也来了，这2拨人八竿子打不着，怎么偏偏都聚在了姑苏？三叔，最近姑苏可有什么大动静？没什么大事，倒是今年乡试解元苏家闹出点监守自盗的笑话。不过有个冤家对头，在姑苏待了20多天了。小若冷，那个娘们极其扶不起来，只知道寻欢作乐的宁王小儿子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萧若灵的废物，当真是一个人缩在春不晚。是，身边只有4个侍卫。二少爷，那是宁王府的底线，在春不晚杀皇亲，后果难料。急什么？只要他不碍我的大事，小爷暂且留他那条狗命。可要是他敢挡我的路，我管他叔叔是谁。三叔，带路。既然人已经找到了，就绝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。12哥，你就让我睡这儿吧，我真不是怕那个茶壶嘴，我就是觉得咱兄弟好久没抵足而眠了。滚回你自己屋，我不习惯有人睡我的。我不是床，我睡榻。东营那里有的是贵妃榻。12哥，你没瞧见刘明成带那帮人一个个手上都是沾过血的，我这儿就4个侍卫，万一他半夜翻窗进来把我给扒了。动动你的脑子，这里是春不晚，平宁公主的地盘，借他刘明胜10个胆子，他敢在这里造反杀人？对哦，我亲爹是宁王，我亲叔是天家，我怂个屁呀！进来。出什么事了？十二爷，出变故了。属下去带那人牙子时，刘明成已经抢先一步把人带走了。他也在找那丫头。是，属下潜入那宅子，发现刘明成正在严刑逼供那丫头的下落。那牙子只招人说人已经卖了，正要说卖给谁家时，如何？属下担心事部用毒针封了他的喉，死无对证。去东夷那儿领药，最近不要现身。是。十二哥，先喝口茶压压惊。反正那人牙子被灭了口，茶壶子肯定什么也没问出来，咱先睡一觉，明天再想着。你不觉得这事太蹊跷了吗？刘明成放着西南大营不待，千里迢迢跑来姑苏，竟是为了跟我找同一个人。兴许他是吃饱了撑的，专门来找你茬。3年前的江南军需案，你还记得多少？军需案，那可是震动朝野的铁案。当初父王为了这案子，差点把我从腿都打折了提溜回去，5000官兵惨死，草药和粮草被江南官员层层克扣，皇叔震怒，钦差杀得江南官场人头落地。十二哥，你找的那小丫头，该不会是那批犯官的后代吧？你疯了！那案子是皇叔心头的一根刺，谁碰谁死，那是5000条人命换来的严办，你同情谁也不该同情那帮蛀虫的家眷。那你还记得杭州知府吴青云吗？记得，那是当时唯一存疑的满城百姓，叫他吴青天。父王原本想保他，可折子还没递上去，他就在狱里留下一封悔罪书，自尽了。吴家随后被抄，男丁流放后全部暴毙，女眷悉数没入教坊司，唯独剩下个当年才9岁的独生女乌云朵。皇帝姑父其实也疑心过吴青云的死，只是查无实据。1个月前，一个江湖女子受人之托找到我，想把乌云朵救出。这事是你娘亲手交代给你的？是，她让我秘密行动，谁知人救出来又弄丢了。秘密行动？十二哥，你还是太天真。咱大伯母和你娘是什么交情？那是恨不得穿一条裙子的闺蜜。你娘接了活，平宁公主准保头一天就知道了。怪不得平宁公主这回动静这么大，非要亲自往姑苏跑，还特意发信让你原地猫着别动。她压根不是来度假的，她是来替你扫尾处理乌家这块烫手山芋的。我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不靠谱的娘？十二哥，我想岔了，这事没那么简单。你想，刘明成那茶壶嘴跟咱八竿子打不着，他为什么非要找吴青云的女儿？继续说。3年前的军需案导致就剩这一个小丫头，说明她身上攥着能让刘家，甚至让整个西南军都害怕的秘密。你是说，3年前的案子，刘家在其中不干净？极有可能。
虽然六皇叔忠王只爱美色，不问政事，但刘虎可是实打实的副帅。若真牵扯到军中，十二哥，要不咱俩摸黑进那宅子，把他吊旗杆上？胡闹！他现在是朝廷册封的车骑将军，若他拿出一纸军令公函，咱们两个纨绔在明面上拿他毫无办法。也是，我总在没官职这事上吃亏。等回了京，我非得让皇帝叔叔给我封个统领当。别急，咱们动不了他，有人动得了。你是说平宁公主？舅母这几日便到姑苏，满朝文武，谁不惧她3分？对啊，我怎么把咱大伯母给忘了？论抱大腿，谁也比不过他老人家。十二哥，公主一进城，你务必知会我，我得赶紧准备份重礼。你刚才不还怕他怕得要死？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他是咱们的救命符，父王的大腿都没他粗，就差半句话，他就死在老子面前。二少爷恕罪，那刺客身手极快，属下5人合围仍被他逃脱，不过他右臂中了属下一刀，右臂有伤。三叔，去查萧若琳这2天都在干什么。回二少爷，把苏苏城叫得出名堂的花楼全逛了一遍。又是花楼，萧若琳这狗东西，当初在京城坏我名声，如今到了苏苏还要跟我抢人。二少爷，那人牙子说那丫头卖给了大户人家，可像乌云朵那般姿色的，多半是进了花楼调教。萧若琳这段时间把姑苏的花楼翻了个遍，怕是快有眉目了。在这儿，他说了不算。他最爱逛哪家？醉香楼。他每隔3、5日便去寻那里的花魁灵香。走，去醉香楼，小爷倒要看看他的女人骨头有多硬。二公子，求您救救灵香姑娘吧！慌什么？灵香怎么了？晌午过后，楼里来了一位自称西南将军的刘公子，他点了灵香姑娘进屋，没一会儿，里面就传出了惨叫声。吴妈妈想去救人，可门口守着10几个带刀的军汉，谁也进不去。衙门的人到现在也没露面，求二公子救命啊！刘明成，那个茶壶嘴竟敢在小爷头上动肉，去知府衙门把刘知府给小爷拽到醉香楼，立刻！说萧若生来找你，到底是为了找谁？奴家真的不知道，二公爷只是来喝茶。花楼女子皮肉最是紧，你再不说，这身皮可就彻底毁了。爷，奴家哪里知道大贵人的心思？刘明成，你给小爷滚出来！我可怜的女儿啊，她怎么下得去这种狠手？姑苏是法治之地，你竟敢私设公堂，还折辱良家女子，目无王法！西南军务紧急，本将正在审要犯。刘大人，手摸要伸得太长。你家军务就是抽无辜女子鞭子。刘明成，你爹教你的军法就是欺负弱小吗？西南军务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谁家军务在花楼床上办的，还折辱姑娘，当这是你家后院？哟，还使上鞭子了？怎么，怀念3年前被我12兄抽得满地找牙的感觉了？茶壶嘴，知道小爷常来找灵香，就想在女人身上找场子，你配跟我比吗？这些女人不就是伺候人的？这是给花楼的赏钱，这就想走，账还没算，你还想怎样？灵香见客1次500两。你把人伤成这样，没个1月休养不好，误估费、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，一共15000两银子，少一个大子儿，小爷就派人去西南找你爹要。这是5000两，明天派人送来，留下你的地址。万一你这茶壶嘴溜了，小爷去哪抓人？小白脸，离了你爹就是废物。我是不是废物，轮不到你评判。哈哈哈哈哈！至少我不打女人，茶壶嘴。不行的男人才靠打女人取乐。护卫里有受伤的刺客吗？回将军，方才交手，他们右臂完好，不是那晚的人。看来在姑苏的不只是萧若琳这个废物，乌云朵的事儿，定还有人在暗中操盘。二少爷，衙行那边刚传回消息，萧若琳翻遍花楼没找到人，说明那丫头没进去。那被卖到哪了？近期买过12岁左右丫头的只有4家：刘知府家、林家苏氏、古董商何家，还有一家叶家。他们刚买了8个小丫头，说是给二房的几位小姐使唤。大狱第一皇商叶家，正是叶家底蕴极深，二少爷，这家轻易动不得。叶家底蕴深，先不动，先去查刘知府、林家和何家。若那丫头真在叶府，咱们再慢慢谋划。那叶家的商队可是块肥肉。是，那接下来的日子，您还要与宁王二公子纠缠吗？为何不？窦毛儿也有趣得很，若不把动静闹大，怎么把他身后藏着的那个大人物给逼出来？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下次见着那茶壶嘴，我非亲手扒了他的裤子不可。二公子息怒，现在不知他底细，
万一他真攥着军务，您找上门去，反倒成了妨碍军务，到时候板子打在您身上，心疼的是王爷。十二哥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表弟受累了，今日委屈你了。你也知道啊，刘明成今晚是故意的，他想看你身边的护卫有没有受伤，以此确认杀人灭口的是不是你的人。他是想逼你现身。不错，所以我还不能动。十二哥，灵香被他毁了，后背全是暗伤，醉香楼他是待不成了。我想给他赎身，他没去处，要不安排他去扬州万花楼吧，在那儿没人敢动他。你有心了，东姨，去办吧。老奴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那我接下来怎么办？继续在这儿喝茶听曲儿？不，从明天起，你给我当回真正的纨绔啊！刘明成去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，闹出的动静越大越好，极尽嘲讽之能断，逼他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展露本性。他乱了阵脚，我们才有机会。当纨绔，这个我在行啊！十二哥，你瞧好了，这两人在姑苏胡闹，再不赶过去，怕是要把天捅个窟窿。公主，您不是说还要绕道去宁王府见见王爷？不去了，传令下去，连夜赶路，派人快马传信，说本宫3日后到姑苏，命知府接驾，于事勿提。你这个泥腿子，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爷真是吃饱了撑的。宁王二公子闹也就罢了，那西南来的小将军凭什么也这么狂？黄公子，月底了，这是你的工钱。马掌柜，我来铺子里还未满1个月。叶家的规矩，哪怕月中来的也算逐月。况且东家有令，这个月大家辛苦，全发双份。黄公子收好了。原来靠自己双手赚的第一笔钱是这种滋味。好嘞，伙计，打包4份刚出锅的桂花糕，盛1份卤猪耳朵，多放脆骨。2样东西就去了半两银子，这辛苦钱当真不经花。肖若琳的馋货，待会儿要是敢剩下1片，小爷非抽他不可。十二哥，你竟然用自己的工钱给我们买吃的，太香了！十二爷长大了，知道疼人了。行了，吃你的吧。说正事。公主殿下2日后便到姑苏，比关驿报的时间提早了1天。舅母果然喜欢出其不意。十二哥，刘大人家、林家、何家我都查遍了，没那丫头。现在只剩叶家了，明天我带人去叶家搜。叶家人口复杂，你大张旗鼓的去只会惊动刘明成。明天我以账房交账的名义亲自去。当账房还有这好处？百枝房这个月业绩翻番，我去向东家当面会述，合情合理。四妹妹，你听说了吗？那茶壶嘴和宁王二公子闹得全城皆知。怎么？那小将军还敢跟皇亲硬碰硬？可不是嘛。不过那茶壶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，你下次见着二公子，亲自问他吧。韩梭，你干什么呢？小姐恕罪，奴婢走神了。这才10月天，你怎么冷成这样？下去找李妈妈领点药，这2天别见风，歇着吧。这个小丫头不对劲。爷，属下昨夜探了叶府，新买的丫头确实分到了4位小姐院里，可瞧见那丫头了？其他3处都没发现。4小姐叶慈书的秋墨园，属下只瞧见一个年幼的丫头，另一个始终没露面。只要人在秋墨院便好办。明日我去送账本，定能探个虚实。黄账房请留步，4小姐今日事忙，特意交代让您明日再来交账。既如此，黄某明日再来。偏偏这个时候忙，舅母明日晌午后便到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萧若琳那废物，这2天倒像个被掐了脖子的鸡，只会缩在春不完。二少爷，除了刘知府、林家、何家，咱们的人都探过了，没找着人。看来那丫头就在叶家。三叔，派个身手好的，今晚去叶府摸一摸。是，切记不可惊动叶家。不惊动，只要人找到了，小妖光明正大的把人带走。正好这段时间在萧若琳那受的鸟气，得找个地方撒一撒。二少爷，有2件事得报：一是平宁公主的车驾3日后便到姑苏，她虽轻装简行，但时间巧得怕人。他也来凑热闹，那是高处待久了，不知道姑苏的水有多深。二少爷慎言，咱们务必在公主进城前带人离开，绝不能与她碰。知道了。方才查到，那被叶家退婚的苏解元，如今正缩在码头边的破院子里。他被萧若琳和叶家逼入绝路，心里怕是恨透了他们。江南解元倒是个好棋子，正好西南军在朝堂缺个说话的，小爷明日亲自去施舍点银子，这助力不就来了吗？快去办，尽量3日内完成，这姑苏城我也待够了。听说了吗？那苏解元母子就住这儿，这一进门，怕是满身都是码头的鱼腥味儿。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，何况还没当上凤凰呢。母亲，那位刘小将军，他方才说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同年，
狗屁的童年！刘家那底细我还不清楚，杀猪匠出身，3年前才靠着西南郡公上位，一介武夫也配跟你父亲相提并论？那您刚刚为何对他那般客气？生哥儿，他这叫雪中送炭。他看中你解元的名头，想提前拉拢你在朝堂上为西南军说话。这500两银票你收好了，那是你明年进京的底气。母亲，既然银子够了，咱们早些出发去京城吧。这地方到处是酸臭味，书院那帮同胞见了我都在背后指点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住口！连这点流言蜚语都经受不住，将来如何入阁拜相？叶家就是想看你灰溜溜的逃走，你偏要留在这儿，让他们看着你如何一步步强大。你看，若咱们走了，哪里能碰上刘小将军送上门的好处？夫人，大喜事啊！外面都传疯了。没规矩，谁叫你不敲门就闯进来的？夫人恕罪，外面人都说后天这时候京里的平宁公主要驾临咱们姑苏城了，大家都抢着去城门看热闹呢。当真？知道是哪位公主吗？好像叫什么平宁公主，说是皇上的亲表姐。大机缘，这才是真的大机缘！生哥儿，咱们不走是对的，大造化来了。母亲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贵妇人而已，与咱们有什么干系？你懂什么？这位平宁公主可不是一般人。生哥儿，你道这平宁公主只是个寻常贵妇，她可是老定国公沈家的长女，天家尚未登基时，全靠沈家与皇甫家扶持才坐稳江山。沈家，那不就是当朝沈相的本家？不仅如此，她是沈相的长姐，更是大鱼耳目、春不晚的背后之主。天家最听谁的劝？除了老定国公夫人和皇后，便是这位公主。你若想入仕，沈相是避不开的山头，而公主就是这山头最硬的靠山。可公主毕竟是内眷，孩儿一介外男，如何得见？若是平时，自然见不到。但5年前江南乡试舞弊，是平宁公主亲手捅到御前，还了学子公道。这江南书院的山长们受过她的恩情，听闻她来，定会带举子去递拜帖，这便是你的礼数，懂了吗？还有，我听闻叶家那老姑奶奶在定国公府当过姨娘，你莫要担心，这嫡庶有别，妻妾如仇。公主作为嫡长女，定然厌恶那叶家老妇，连带着也会讨厌叶家。咱们现在的处境正合公主的胃口。小爷进宫见皇上都没等过这么久，这叶家四小姐好大的架子。皇丈房，四小姐请您进去回话。见过东家。皇公子，账记得极好，1分1毫都不差。请你进来，是想托你给马掌柜带个口信。秋日转凉，伙计们的伙食撤了鱼虾，多添些羊肉御寒。还有，炭火趁现在便宜，让掌柜的多囤些，免得入冬价贵。东家如何得知伙计们膳食里多鱼虾？自然是这账本里写着的。您是如何断定伙计们上月多食鱼虾的？看账本是门学问，上月是姑苏鱼虾丰收之际，价格最贱，账本上采购食材的银钱比前月降了2成，而叶家从未苛待下人，必定是换了便宜的荤香。这小丫头心思竟缜密至此，当真不简单。还有，本月18那晚，马掌柜是给伙计们开了小会吧？四小姐，东家是如何得知的？连着3天流水走低，说明伙计们懈怠了。但19那天流水突涨3成，必定是马掌柜用了讲长手段。黄某受教了。黄公子，账本我收下了，你回去转告马掌柜，下月初给大家多发半月工资，添置冬衣。四小姐，不好了，大小姐让您快去夫人的院子避一避。出什么事了？外面来了一群当兵的，把咱们叶家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领头的说要搜查什么西南来的要犯。西南要犯跟叶家有什么关系？二爷正带着家丁前往，老太爷也赶过去了，外面吵得厉害。刘明成，这畜生竟然敢假借军务，大摇大摆的搜查第一皇杀将。黄公子，铺子那边你先别回去了，从后门走。瑞雪，角门也出不去吗？那群当兵的凶得很，把大门和角门全围了，说是连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，免得要犯逃了。大小姐让您赶紧去避水居，二小姐和三小姐那边我也得去送信，奴婢先走了。西南要犯，难道是冲着韩苏来的？大禹以武立国，若是将军贤命搜捕，知府都拦不住。叶家今日怕是悬了。黄公子，你只是铺里的账房，并非叶家人，你试着去角门那边跟官兵说清楚，兴许能放你出去。多谢四小姐体恤，在下自有办法。黄公子，你听好，出了这院门一直往前，过第2个月亮门往右拐，那儿有个小花圃，最右边墙角有一丛垂竹，竹子后面挡着一个洞，你身量不算魁梧，应该能钻出去。洞？那个妖洞竟然让大越朝的12人去钻狗洞！老太太，
能不能派人去学堂把旭哥哥接过来？他才11岁啊！不用，甘洛12岁拜相，旭哥已经11了。若是连这点场面都撑不住，以后如何继承家业？韩苏和林泽都不在，刚才走的极尽忘了他们。说是那刘明成真冲着韩苏来，那丫头躲在哪儿了？前面有老太爷和老爷们顶着，叶家这么多年风雨都过来了，出不了事。叶家这是摊上大事了，怎么军爷都上门了？谁知道啊？说是抓什么西南要犯，我看悬。小将军，这门你们进不去，回去吧。叶老爷，您这辈分大，见过的世面多，但今日我劝您还是行个方便，拿了人本就走，绝不叨扰。老夫府上并无小将军所说的要犯，小将军怕是听差了，请回吧。叶老爷，3年前西南军需案，大余将士死伤惨重，本将可是奉了西南主帅之命来捉拿漏网之鱼的。您这样阻拦，怕是说不过去吧？军需案的逃犯，那可是大事啊！叶家把门让开不就结了？要是真藏了人，可就成了窝藏罪。小将军口口声声说是奉命抓人，敢问可有官府搜查的公文？可有刑部的通缉海捕文告？大余律法明文规定，擅闯民宅者，主家可正当防卫。小将军带人围我大门，说是探得要犯在此。老夫倒要问问，你是怎么探的？是做了梁上君子，还是听了小人谗言？对啊，没公文凭什么搜人家？这么说，叶老爷是铁了心要跟我西南军作对了？公文拿来，老夫亲自陪你搜。若无公文，小将军便是私闯民宅，鱼肉乡里。若本将非要硬闯呢？那叶家上下唯有一死以报天将。只是不知，这满城的学子官书，远在京城的御史员官会怎么写这份奏折？叶老爷，本将劝你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样吧，各退一步，你把府里的下人全叫出来，我不进门，就在这认人，认完就走，如何？进了这个门，要犯是谁，还不是小将军说了算？叶家绝无要犯，更不能认这个罪名。哼，好，既然你非要跟西南军见个红，那本将便成全你。你个茶壶嘴！小爷在松月楼等了你半天，合着你跑叶家撒野来了？好你个刘明称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不就是昨晚叶老二陪着小爷喝酒没搭理你吗？你这就公报私仇来了，还叶家藏要犯，知府衙门都不知道，就你长了天眼，公报私仇到这份上，你这个怂货！哦，原来是昨晚喝酒没请他，今天来找场子啊！谁家抓要犯，先去逛花楼打花魁的，这就是公报私仇。不过二公爷总叫他茶回嘴，到底啥意思啊？反正不是好话。肖若灵，你给老子滚远点！老子在办官务。官务？你是在床上执行官务吧？公文呢？文书呢？拿出来让姑苏的老百姓开开眼啊！刘小将军，本官并未收到任何关于西南逃犯的呈报。叶家是正经皇上，还请将军给下官一个面子。天家有旨，西南军务可犯便行事。刘大人，本将办事，你有必要知道吗？还有你，萧二公子，你觉得你配问军务吗？宁王府二公子不配，刘知府也不配，那本宫配吗？啊，十二哥不是说他明天才到吗？晚辈萧若琴见过舅娘。草民叶薇见过平宁公主。公主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平身，免礼。过来吧，最近淘气了没有？舅母说的哪里话？我最近老实的很，不信您问刘大人。回公主，二公子并未惹事，只是在姑苏体察民情。刘大人勤勉有加，辛苦。职责所在，不负天恩。大胆！见到公主为何不行跪拜大礼？回公主殿下，我等是奉西南军主帅之命执行公务，惊扰尊驾，望公主恕罪。你是西南军副帅刘虎之圣子，末将正是。刘虎将军3年前率军斩杀敌帅，立下奇功。本宫记得你是在大捷之后才去的西南吗？短短3年变成了车骑将军，看来你也和你父亲一样，是虎父无犬子啊。原来是战后才去捡功劳的啊！有个好爹就是不一样。那么本宫想问问，小将军搞了这么大的阵仗，围在叶家门口，所谓何事啊？回公主，末将并非无理取闹。3年前江南军需案要犯逃脱，末将是奉西南主帅之命入苏搜捕，此乃军务。哦，军务？那本宫倒要问问，那位要犯今年多大，长什么模样？ 18岁一女孩。18岁？3年前她才15岁吧？
15岁的志同竟能成江南军需案的要犯，小将军，你这军务倒是让本宫开了眼界。这借口找的，真是把咱们当傻子耍。公主明鉴，那女孩是犯官吴星云之后，1月前她从京城教坊司逃脱，末将怀疑有余灭助其藏匿，这才追查至此。既是教坊司逃脱，那便归刑部管辖。小将军手里可有刑部签发的缉拿公文？末将虽无刑部公文，但有西南军发的公函。人入教坊司，便与军方脱了干系。军需案审理早已结案，所有事务归刑部与大理寺。小将军，你是想告诉本宫，西南军打算越俎代庖，替6部办事吗？末将不敢。舅母，那老头刚才说是刘明成他老爹让他在姑苏横着走的。大越律法明文规定，若无天家特许，驻军不得干预地方事务。小将军，你无凭无据搜查皇商住宅，冲撞女眷，这是在蔑视大于律法，还是在蔑视天家？公主殿下，末将等。刘大人，知府衙门可曾收到刑部下发的缉拿公文？回公主，绝无此事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无理取闹。刘小将军，这顿无理取闹，你可认？公主恕罪，我们立刻给叶家赔罪。末将认。这事算了，可这第2件事，本宫得跟你们好好说道说道。请公主明示。这里是哪里？江南、姑苏。你们是哪里的兵？西南驻军。姑苏乃江南重地，向来由平南军驻守。公主殿下有所不知，天家曾有密旨，西南偏僻，官道艰险，西南军务可由主帅便宜行事。末将今日所为，皆在密旨允许之内。茶壶嘴这死脑筋，真是往舅母的雷区里反复横撞啊！便宜行事，本宫恰巧也知道这道旨意，但密旨写得清清楚楚，在驻地内可便仗行事。这里是姑搜，是平南军的驻地，你跨界行事，可有兵部公函？末将平南军统领秦战，从未收到任何兵部公函。秦将军，按大越军法，驻军擅入他人驻地骚扰百姓，该当何罪？轻则杖责30，重则当场杖杀。公主殿下开恩，二少爷年幼无知，末将等知错。杖杀就不必了，但坏了规矩，就得按规矩受罚。秦将军，交给你了。刘明成骚扰百姓，杖20；擅离驻地，杖30，共50军棍。舅母，这种人就该很抽。来，您慢点，小心台阶。老朽领叶氏族人恭迎公主殿下。老太爷，快快请起。本宫此次来是私事，听闻叶家老姑奶奶，也就是本宫的姨娘今日回乡，本宫特意陪她走这一遭。姨娘的马车在城外关驿歇脚。老太爷，这几日本宫就厚着脸皮借住在叶家了。公主驾临，叶家蓬荜生辉。老二，快带人去关驿接老姑奶奶入府。这位公主变脸比翻书还快，看着好相处，实则深不可测，绝对不能出风头。父亲，大哥已经带人出城了，预计2个时辰后便能接回姑姑。昨晚竹花报了3次，果真是双喜临门。老二，传话下去，后院的琳琅阁收拾出来给平宁公主用。至于你姑姑，就随你母亲住寿安堂。姐妹多年未见，正好多叙叙旧。刚刚寿安堂那边的嬷嬷传话，公主体恤，说在定国公府时就与姑姑相熟，不必另辟院落。她想与姑姑同住琳琅阁。公主是个念旧情的，这便更好了。告诉府里上下，务必打起精神伺候，只要公主顺心，今年年底每人多发3个月的月钱。是，儿子这就去办。父亲，公主住进叶家，明儿起那些求见的官眷，怕是要踏破门槛了。那是你母亲该操心的事。官场应酬由公主定夺，叶家只管闭门谢客，做好后勤。父亲，秦将军那边传了信，刘明成那帮人挨了军棍后被送去了医馆，只是皮外伤，没伤及筋骨。秦将军是个懂分寸的，平宁公主只是要下他们的面子，并非真要西南军统帅的命。经此一遭，叶家与西南那边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不过咱们不走那条商路，断了也就断了。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冲突？这是平宁公主要的结果。还要叶家彻底和西南军决裂，绝无合作可能。老二、老三，你们觉得平宁公主为什么非要住在叶家？难道不是因为姑姑的关系？刘明成大动干戈，打的名头是叶府私藏要犯，
若只是替咱们解围，他只需查验一番，清白自荐。可他偏不查，而是避重就轻，用擅离质地的军法压死了刘明成。你们不觉得他是在故意掩盖什么吗？父亲的意思是，叶家后院真的进了人。或许那个人连我们都不知道，甚至平宁公主进城就是为了找那个人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要不要自查？什么都不要做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好在公主是有非敌，只要她在叶家，叶家便稳如泰山。公主入府，刘明成退散，这姑苏城的水怕是越来越深了。东家，这个月的账还没算完呢。